我只是和其他人不一样，难道我就是怪物吗？为什么他们要欺负我？他们就是一群混蛋，我会一直保护你的。真的吗？真的。你从来都不是怪物，从来都不是。当时李一奇和你在天台对峙的时候，他是不是出现了趋光性反应？什么趋光性？你又在瞎猜什么呀？小飞临死前在车上也出现了趋光性反应。别再跟我说小飞了，别再提小飞了，好不好？原钻案是我亲手破的，凶手当场死亡，李明也死了，所有和这个案件有关的毒贩，该抓的抓，该枪毙的都枪毙了。你清醒一点，齐死者，这个事情已经过了。现在是你不清醒。好，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怎么选择也是你自己的事。你虽然是余家的养子，但是小飞，他一直把你当成亲哥哥。我不管你怎么选择，你查也好，不查也好，反正我一定会给小飞一个真相。结束，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清醒一点吧你，已经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束了。齐法医，李淑婷的血检报告出来了吗？不是你们找的名字。嗯。刘小姐，这是您母亲的死亡证明。验尸，验尸，我也验尸。你冷静点，刘小姐。我妈的死有问题，我妈的死肯定有问题。刘小姐，你冷静一点。我验尸。你冷静一点。死者体内没有常见的毒物反应，却都出现了趋光性。趋光性。
跪着！哎呀，哎，疼！对，扶！怎么样？服了，怎么样？服了，我受伤的，我疼。怎么回事？还没死啊？你放心，死在你后头。还没死就行啊。这荣升队长得叫你一声官队。韩队，你不给我腾位置，我也当不了啊。是应该叫你一声官队了吧？啊，行，你随便。我来。你现在来这儿，你是客人，我来。你现在来这儿，你是客人，我来。你在地盘上上。哎呦，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这次来找你就是来打听一下原钻。原钻？你们那边有个驻队跟我联系过呀，也是打听原钻，你们不知道吗？啊。哎，你不会认为咱们哥俩当年那案子没办利索了？这不可能啊！齐思哲，是吧？齐思哲到你们那边去了，是不是因为他？都有点。齐思哲推断说，现在有人正在基于原钻研制新型药物，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人群里，他们做这个秘密实验。这些受害者呈现了跟小飞临死前一致的趋光性。如果是这样，后果难以预计。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支援。禁毒大队的兄弟们都在。我突然想到个事儿，咱哥俩当年还认为人家齐思哲疯了。刘媛媛，她怀疑她母亲是被害的，是这意思吧？转了啊，再见。朱大，刚刚转过来个失踪案，说让他查查。失踪案怎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失踪的人叫刘媛媛，前阵子她母亲因病去世了，但是她始终怀疑她母亲是被人杀的，所以怀疑刘媛媛失踪另有隐情。具体情况我已经发你工作邮箱里了。行。刘媛媛失踪，你们俩是怎么发现的？媛媛工作很努力，从不迟到旷工。她平时省吃俭用的，家里条件也不好，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我跟亲姐每次买吃的还有水果什么的，都会给媛媛带一份。结果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媛媛，你也别太难过了，阿姨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小荣，我妈妈是被人杀的，是被杀的。我知道是谁干的，我要去给我妈报仇，我要去报仇。一开始我以为媛媛只是伤心过度了，结果4天前我就开始联系不到她，我去她家找她，家里也没有人，手机也联系不上，我有点担心，就报警了。他说有人杀了他妈妈，他没说是谁。没有，他当时有点伤心过度，我以为他就是胡乱说的，也没有多想。据你们了解，刘媛媛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正常呀，看上去挺纯、挺乖巧的一个妹子，店里面的客人对她都挺满意的，工作也很认真啊。哦，不过说起来倒是也挺可惜的，听她说，她高中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本来是要上医科大学的，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就一直拖着她那个病重的母亲，现在快30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那你们知道她家里除了她母亲，还有其他的亲人吗？她家里好像就她妈妈，所以她妈妈走了，她才那么伤心。那这刘媛媛上班之外的社交圈子复杂吗？她没有什么社交圈，我们平时工作挺忙的，她就跟我还有亲姐的关系好一点，我也没有见她平时有跟什么人来往。刘媛媛在失踪之前，你们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吗？哦，对了，媛媛母亲去世之后，前几天我看见她用那个手机在搜索，
就是推理小说里面经常用来迷晕人的那个乙醚。啊，对对对，就是那个。不过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现在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不会真的是去杀人了吧？别乱猜啊，没事没事没事。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再通知你们。对，那个另外咱们今天这个谈话保密啊。派出所把案子转到咱们这儿来了，是因为他们去刘媛家附近走访了，发现刘媛媛失踪之前买过一把刀。这又是乙醚，又是买刀的，刘媛媛到底想干嘛呀？我也纳闷儿，我好几天不见人了，该交房租了都。那他这平常跟什么人有什么联系吗？他很少出门，下班了就回来，啊，碰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老万，小西调了刘媛媛电话，最后开机记录是4天前。我让他找运营商再调一下这最后的通话记录去。他失踪之前给另外一个服务员打过电话，只说帮忙顶1个下午的班，这说明他没有打算一去不回。他原本是打算办完事就回来的。那他买这刀和搜索那乙醚是几个月的？应该打算用在别人身上。别人？谁呀？得赶紧查查这附近的监控，看看4天前他离开这儿最后去哪儿了。这地方就是个城中村，附近应该没什么监控。我去查一下他打车记录。我刚才看了，刘媛媛平时生活很节俭，应该不会打车。这样，我给小西再打个电话，让他查一下这附近公交站的监控。行，顺便通知一下技术室，去他家采集一下他的指纹和 DNA 样本，把他之前用过的东西都带回去。好，你给技术室打电话，让人过来。行。判队，结果出来了。我们一共查到了2组 DNA， 其中1组样本比较多的，确定是刘媛媛本人的；而另外1组样本比较少，我们猜测应该是少量接触过衣服的人留下来的。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其主人还没有从骨头中提取到可以对比的 DNA。根据目前的线索，可以确认受害者至少有10名。凶手先将尸体的皮肉进行处理，再从每具尸骸当中各取出一部分，拼成一个人形，丢弃到城市的各个地方。但是最奇怪的是，10具尸骸，10名受害者，我们都没有能够提取出 DNA 来确认死者身份。我再捋一下，嫌疑人刘媛媛，身高1.7米，体重根据她的同事描述大概在100斤左右。我们在其中一个抛尸现场发现了她穿过的衣服，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她在超市有购买强烈溶解剂和刀具的行为。这些骨头都很完整，分全树枝，在骨头上附着的也很完全，这要求凶手处理尸体的手法非常高。刘媛媛
他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知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人要肢解10个人，还要在短短的4、5天当中溶尸、分尸，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戚佛爷说的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么繁复的分尸、抛尸，没露出一点马脚来，别说刘媛，这神仙也办不到啊。现在这里面的疑点确实太多了。刘媛媛家附近住的隔壁邻居都挨得挺近的，如果他要将10个人杀害分尸，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是第一现场。而且所有的抛尸地我们都去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相关的血迹，还有相关的凶器。这就说明这2个现场，压根儿就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也可能说明，刘媛媛根本就不是凶手，只是凶手推出来的一个迷雾阵，让我们混淆视听。会不会是团伙作案呀？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根据各路报案人的时间推理来看，凶手是在短时间内，甚至是1夜之间完成了所有的抛尸动作，这也很符合团体作案的推论。大家看啊，他们选择的抛尸地点都是这个，比如桥下呀、公园的小树林啊，要不就是这个废弃工厂，这全部都是监控盲区。这说明嫌疑人是经过了缜密的思维判断，最后挑选出这几个抛尸地点的。那北山上那对情侣所找到的手骨和脚骨，会不会是嫌疑人抛尸的最后一部分？不然他为什么烧掉衣服？我记得第一个报案的保安说，他有看到有一个人影。他是觉得自己曝光了，才在抛尸完成后烧掉衣服。就像刚才老万说的，这是一起谋划缜密的犯案。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刘媛媛。刘媛媛她居住这环境是个老旧的小区，我们只找到了仅存的一段监控录像，上面记录了刘媛媛4天前最后出现的时候，身上穿着的就是那件红色的外套，背着黑色挎包。刘媛媛在监控中消失的尽头呢是个小巷，巷子后边呢就是夜市，夜市里边没有监控探头，夜市里边很多个出口，这些出口呢连通的大路上都是有监控探头。如果我们想找到刘媛媛最后的影像信息，这个排查工作难度太大了。这工作量，别说把全队的人算上，就算把区里所有派出所都算上，这也得10天半个月。有没有一种可能，刘媛媛根本就没有走出夜市？鉴于案子的性质非常恶劣，局里决定成立专案组，集中力量侦破此案。为了提高时效，局里决定齐思哲加入专案组，协助你们工作。是。你好，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确定没见过？谢谢。去那边看看吧。这人见过吗？没见过。你好，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看一下。没见过。谢谢。哎，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我拉过他。确定吗？绝没错，他这人特别抠门。上次说好了8块钱，我给他拉到地方就给我5块。这个刘媛媛平时生活很节俭，基本不打车。你上次拉他去哪儿了？你是干嘛的？我们是，不抠门，拉我们去他去过的地方。拿着吧，嗯。
叫朱队和老王过来。好。停，往前倒一点。找到了。他这是去哪儿啊？那边有很多大楼，我也不确定。还有其他录像吗？最近学校有几栋大楼在装修，监控统一在更换中。他去的地方，刚好是那几栋楼的方向。这么巧？这有没有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学校这么大，还需要点时间排查。老万，你去给校领导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查一下刘媛媛进来那天有没有其他人见过她。好，小苏，你把从刘媛媛失踪那天开始以后的所有影像资料都拷贝一份，然后跟小李找找看有没有刘媛媛其他的影像。好，周队，我俩回去查一下古海，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好。哎，牛肉来了。下了，走。主任，你这不叫老宋这两天有心事啊？这两次来都不怎么说话。吃饭吧。老宋，2碗刀削面。哎，我还说回局里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新发现呢，都在这儿呢。到饭点了还不让吃饭呀？吃。哎，这不是骨头的事儿，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们俩想着说过来吃口饭，换个气场，没准就想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没啥胃口。哎，戚主任，赵阿姨。团队，我们只查了刘媛媛进入了合成市医科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太大了，监控不太顶用，应该只能人力排查了，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他去医科大学。刘媛媛和医科大学有什么关系？别聊工作了啊，吃完饭再聊。啊，这道酱牛肉啊，你们两个必须得尝一尝。为什么？这是我们医学生和法学生必吃的一道菜。我们第一次上解剖课，你要想那些人体器官还有皮肤组织全都泡在福尔马林里边，跟酱牛肉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下课老师就会带我们去吃。谁要是把酱牛肉吐了，那可就挂科了啊！但是分不清。高原，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上完解剖课要去吃酱牛肉。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骨头上提取不出来 DNA， 为什么会有分权树枝了。还有一种可能，这些提取不出 DNA 的骸骨，表面都没有虫蚁和微生物的侵蚀，而且也没有自然白骨化过程的痕迹。凶手用某种溶液将骨头表面的皮肉组织给溶掉，所以我们当时会认为，这些都是刚刚被杀死的受害者。对，因为的确是有人溶解掉了这些皮肉组织，但他这么做不仅仅只是将皮肉分离，而且还对骸骨进行了化学的处理。你有新推论？我认为这些骸骨根本就不是被害者的尸骨，而是标本。标本。所以尸骨上才会有酚醛树脂。甲醛和苯酚会起缩聚反应，之后形成的化合物，就是我们在骨头表面所发现的这些酚醛树脂。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红色粉末并不是在凶案现场附着上去的，而是凶手在尸骨上同时利用了这2种物质，产生了反应，才形成的酚醛树脂？没错，
甲醛如果制备成水溶液，在其含量达到37%到40%时，就是福尔马林。而这也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一直都没有想通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尸骨上没有办法提取出来 DNA？ 我们找到的所有的尸骨，都是浸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人体标本，对吗？对，标本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久了 ，DNA 结构会被破坏。而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骨头表面都没有受到白骨化过程的自然侵蚀。凶手利用这2种物质的化学反应，对标本尸块的骨头进行处理，去除掉福尔马林的残留，再将这些骨头丢到了各个地方。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知道这些骸骨到底是从哪来的。凶手四处丢弃这些骸骨，是第1层防御。当我们找到这些骸骨时，他这一系列的复杂操作就起到了第2层防御的作用，让我们想不到这些都是人体标本，让我们误以为这些都是近期的受害者。那这样的话，是意味着没有受害者吗？凶手用这么复杂的手法来诱导我们，肯定有什么东西想要掩盖。原本这些人体标本应该在哪里？医科大学。韩队，这是咱学校的保育处处长。你好，你好，韩队。欢迎。这就是标本楼啊？是啊，以前它是实验楼，后来盖了新楼，基本就废了，只留下一个房间做了标本室。这附近有监控吗？平时都有什么人出入啊？因为这里也没什么贵重物品，所以几年前监控坏了就没换。标本室钥匙也只在管理员一个手里，没什么人会来这儿。他是这儿保安。你们这儿就有一个保安？对，他只看白天，晚上锁门回家。老六啊，这几位是警察同志。哎，你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确定？确定。谢谢。朱队，我带齐主任去楼里看看，你和老范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住所。